位朋友大家好，最近河北邯郸发生的一起恶性杀人事件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一个13岁的男孩被3个同为13岁的他的同学残忍地杀害了。具体的犯罪过程在网上有很多相关的资料，在这里呢我就不赘述了。而且我本人对这一过程也并不是了解得很清楚。通常我对这种霸凌事件的视频或者是文字资料，每当我看到的时候也都是匆匆的跳过，并不是我不关心，而是我不忍心看。因为每次看到那些被霸凌被欺负的孩子无助委屈的样子的时候，我都很难保持旁观者的心态。我也是一个父亲，在我看来，那些被欺负的孩子就像是我的孩子。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有与我一样的心态。这起案件的3名嫌疑人也都只有13岁，也都是孩子，但我们很难将他们的行为与孩子这2个字挂上钩。孩子在我们的心中是天真烂漫、懵懂未知，而这3名嫌疑人在整起案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处心积虑、穷凶极恶、残忍，完全与孩子2字挂不上钩。这不禁会令人发出一声慨叹，有些孩子是孩子，有些孩子是恶魔。这起案件之所以引起世人的关注，可能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年幼的生命的逝去，而更多的是来自于人们的震惊。震惊于这3个嫌疑人竟然残忍至死。这起案件也触碰了很多家长们的底线，他们的孩子也都在上学，也有可能遭受同样的霸凌，所以人们会震惊，会担心。可是我们也应该想想，我们是怎么退到这个底线的？这种对生命的漠视又是从何时开始的？是从遗弃自己的宠物，那些可怜的小猫小狗开始的吗？还是对街头上虐待猫狗的行为熟视无睹开始的？是从发生在校园里那些校长老师口中的微不足道的霸凌事件开始的吗？或许这些都是。我们就是这样一退再退，最后终于退到了突然发现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有可能成为那个被漠视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无路可退了，只能震惊地说，怎么会这样？其实当这种漠视生命的行为最早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本就会这样。现在很多的人们都在等待这3个犯罪的少年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这3名少年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迎接他们的必将是法律的审判。但因为他们都只有13岁，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律，以前呢说的是14岁以下的孩子是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的。但这条法令据我所知在2020年的时候已经进行了修正，提出了新的刑法修正案，将这个年龄降低到了12岁。虽然这个刑法修正案已经通过，但是时至今日并没有得到正式的实行，所以很多人都在观望着邯郸的这起案件会不会成为按照最新的宪法修正案实施的第一例案件。但即便是裁定他们将为他们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他们的刑期也不会是很多朋友希望的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因为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律，18岁以下的人是不会被判处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的。所以有关的法律专家预测，这3个犯罪嫌疑人的刑期很可能也就是在10年左右。如果结果最终真的是这样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大为不满，认为判得太轻了，认为以他们犯下的罪行所得到的惩罚实在是太轻了。这3名恶少应该庆幸他们生活在现今的现代社会。其实像这种未成年人的犯罪自古就有之，那么在历史上又会如何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做出惩罚呢？如果这3名恶少穿越到了中国古代的话，那么会是他们的幸运还是他们的不幸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沉重的话题。在中国古代，有关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最早呢是见于西周。西周时期其实并没有相关的法律，但西周时有礼法，那时候礼就是法。礼记曲礼中有这样的记载：7年曰道，80、90曰冒。道与冒虽有罪，不加刑焉。在周礼中还有3赦的规定：一赦幼弱，再赦老冒，3赦蠢愚。这里的蠢愚可并不包括现在的那些又蠢又坏的人，周礼中特别注约，这指的是先天迟来的人。总结一下，就是按照西周的礼法，有3种人可以被视为无刑事责任人：一是8岁以下，2是80、90以上，3是先天迟来者。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规定。所以说，如果这3名恶少穿越到了西周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接受与成人一样的处罚。到了秦朝，这方面的法令制定的呢非常奇葩，它并不是根据年龄，而是根据你的身高。凡是男性的身高超过了6尺5寸，就都要承担刑事责任。6尺5寸是什么概念呢？在秦朝时期，1尺相当于现在的23.1厘米，那6尺5寸呢，就是1.5米左右。女性更低一点，差不多1.4米左右。这条法令的奇葩之处就在于，即使罪犯已经成年，但如果他的身高没有达到1.5米的话，那他也不会承担任何的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如果潘金莲毒杀了武大郎，潘金莲会被判刑；而如果武大郎杀死了潘金莲，武大郎没事儿。在后世也有人将车轮的高度作为了生与死的分界线。比如说后来的成吉思汗，蒙古人所征服的地方经常进行屠城，当时蒙古人规定，凡是超过车轮的男性都会被杀死，这就是所谓的车轮斩。不知道他们做此规定与秦朝人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不是都说秦朝的法律非常的严苛吗？为什么在这方面看起来倒是比前朝更加的宽松一些呢？但大家有所不知，秦朝的法律非常的记仇。如果有人犯了死罪，虽然他犯罪的时候身高尚不及车轮，但有本事你就不要长个儿，一旦你超过了车轮，你还是会被问斩。到了汉朝，这方面的法令呢变得相对的温和了一些，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下限也经过了几次调整，从7岁、8岁一直调到了10岁。也就是说，最宽松的时候是11岁以下的孩子是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但同时呢，也特别提到了一点，说非手杀人他戒不做。如果他们不是亲手杀人的话，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反之，就是如果他们是亲手杀人的话，一样会受到和成年人一样的处罚。所以邯郸这起案件如果发生在汉朝的话，这3名恶少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到了唐朝，唐律疏议对未成年人的处罚做了更加详尽的规定，具体呢划分为15岁以下、10岁以下和7岁以下3个年龄段。3个年龄段的人如果犯法的话，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宽宥，越年幼得到的宽宥的幅度就会越大。但其中也有一项规定，15岁以下、11岁以上，如果是犯了故意杀人罪的话，也一样会被像成年人一样执行死刑。在《旧唐书》中就记录了这样一起案件，当时是在开元23年，13岁的张煌和11岁的张绣两人一起手刃了他们的杀父仇人。当时坊间都认为这2个孩子孝烈，应该能够得到宽宥。地方官拿不定主意，就将这起案件呈送给了唐玄宗，由唐玄宗来做出决断。当时朝中的李林甫认为国法不能纵复仇，这点呢和唐玄宗的观点也是一致的，认为应该处死张氏兄弟。唐玄宗还特意对持相反态度的张九龄说，复仇虽礼法可许，杀人亦格律俱存，赦之亏律格之条。最后还是处死了张氏兄弟。张氏兄弟中最长的年龄也不过只有13岁，而且他们又是为父报仇，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被唐玄宗处死。那么可想而知，如果邯郸3害到了唐朝的话，也是必死无疑。宋朝的宋刑统依然也是贯彻了唐律疏立的精神，甚至这种精神也一直延续到了明清两朝。不过呢，不管是在明朝还是在清朝，在这方面并没有一个特别规范的法律条文。一般这类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都是取决于主办官员的主观想法。在明朝的时候就有这样一起案例，2个男孩互相争斗，结果导致其中一个被杀，杀人的孩子自然就被关进了牢房。在吃饭的时候，县官特别让人在给小孩的饭上插了一双筷子，不过这个筷子插的时候是一正一反。这个男孩接过碗以后，想都没想就把这双筷子颠倒过来，然后开始吃饭。据此，这个县官就认为，你都已经知道筷子的正反，难道就不知道杀人的危害吗？所以依然判了这个孩子死刑。在雍正10年的时候发生的一起案件，对后来这类案件的审理起到了一个范例的作用。当时呢，是一个叫丁启三载的男孩，他与一个比他年长一点的男孩一起挑土，年长一点的男孩就欺负他，让他挑最重的担子，
而且还用石块打他。丁启三仔气不过，也用石块回击，结果不小心杀死了这个年长的男孩。丁启三仔那时候已经14岁，所以按照清朝的法律，他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地方官一律将他判了绞斩后，也就是死缓。后来这起案件的卷宗到了雍正皇帝手里，雍正皇帝觉得这个孩子是在受欺负情况下反击导致他人死亡的，应该可以得到宽宥，所以他就特别下旨免了丁启三仔的死罪。这也成为了后来清朝地方官员处理同类案件的标准案例。但后来很多官员对这条律例的理解不深，他们将所有年龄在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都呈送给了皇帝，让皇帝批复，希望得到宽宥。到了乾隆年间，又发生了一起案件，当时一个9岁的幼童因讨要胡豆不得而与同龄人发生争执，这个9岁的男孩竟将对方活活勒晕，并将他推下了悬崖摔死。地方官将这起案件上报给了乾隆，希望能够得到皇帝对这名9岁幼童的宽宥。但乾隆看到了这起案件以后是大发雷霆，说若因他年幼之刑免死，其为刑法之平，况90龄幼童既能欧庇人命，其本性如柴。最终这个9岁的孩子仍然被判处了极刑。在这之后呢，清朝就对未成年人犯罪做了更具体的司法解释，犯罪者必须满足以下3个条件才可以获得减刑。第一，死者要比杀人者至少大4岁，之所以这样定义，就是为了避免以强凌弱。第二，杀人者必须曾经遭受过死者的霸凌。第三，只能是意外杀人。如果我们拿这3个条件对比邯郸的这次恶性案件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3个少年一个条件也不符合。死者是被他们长期霸凌的同学，他们的年龄相仿，他们更不是意外杀人。据警方最新公布的案情报告，这3个恶少为了掩埋死者所挖的那个坑，他们总共挖了2天。由此就可见，他们的杀人计划是蓄谋已久的，并不是激情之下的冲动犯罪。从以上中国古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上来看，虽然在法律上仍然有着蓄幼今弱的原则，但是具体实行起来，并不是对那些未成年人犯罪者一味的宽松宽容，而是根据具体的案情而定。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处罚，就是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有连坐制。所谓的连坐制，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株连3族、株连9族等等。这种制度当然并不公平，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已经被取缔。但在未成年犯罪的这一环节上，以前因为有连坐制，孩子犯了罪，即使因为年幼的原因可以从轻发落，但家长仍然不能逃脱他的责任，他们仍然会受到惩罚，甚至后果会非常的严重。这就使得家长们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不得有任何的偏颇，否则的话，这个孩子有可能给整个家族带来灭顶之灾。而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了连坐制，有些家长就可以放任自流了，反正责任也落不到自己的头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不禁要问，如果一个犯罪的孩子因为年幼而不能承担刑事责任的话，而同时家长们也可以超脱其外，那么谁应该为这起罪行负责呢？谁应该受到惩罚呢？这不就变成了没有人承担责任了吗？现在的孩子跟我们那个年龄是大不一样，现在基本上每个孩子手里都有一个自己的手机，通过手机、电视，他们过早的进入了属于成年人的世界，面对着各种各样纷至沓来的信息，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辨别能力，这时候就需要家长来对他们进行引导。我们看到过很多视频，就是那些孩子们在虐待小猫小狗的时候，他们那种若无其事的态度令人震惊。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感知他人痛苦的能力，这种能力我们通常称之为恻隐之心。这种能力是天生的吗？现在看来，至少对于人类来说，它并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后天，也就是早期教育所塑造的。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单纯的责怪父母。邯郸的这起恶性案件中，不管是施暴者还是死者，他们都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为了打工，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这也造成了他们对孩子教育方面的失位。这背后肯定有更复杂的社会原因，单纯的让家长来承担责任，也并不是完全公平的。总是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国家的未来，但大部分的时间也不过就是说说而已。真涉及到经济发展的时候，孩子的教育也就成了要付出的代价之一。
现在有很多人提议要进一步的降低最低的刑责年龄。以前中国大陆是14岁，现在已经降到了12岁。那么还要不要再降？如果说12岁的孩子就已经有了行为能力、自控能力的话，那么11岁呢？8岁呢？谁又能确定一个最科学的年龄线？如果在以后又出现了很多8岁、10岁小孩犯罪的话，那么我们要不要再一次的降低最低刑责年龄？这肯定是不可能的，法律不可能根据这些具体案件随时的进行调整。所以不管是8岁还是12岁最低刑责年龄，都不是通过科学论证而得出的。即便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实行的14岁最低刑责年龄制度，也并不是通过科学论证得到的。提出这个制度的最早是一名法学家，叫贝卡利亚。他也是西方法学界的鼻祖，他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提出废除死刑的人。14岁这个年龄线是由他提出的。之所以定为14岁，那是因为他是一名意大利人。当时是在18世纪的后期，那时候意大利会在婴儿受洗的13年以后，也就是差不多在他们14岁的时候，会再接受一次洗礼，叫坚信礼，英文叫 confirmation。只有接受了这个洗礼，这个孩子才成为了一个有真心灵魂的人。所以贝卡利亚才确定14岁是最低刑责年龄。所以这个年龄的确定更多的是从宗教意义上，而不是从科学上的论证。那么如何才能弥补这个法律上的漏洞，既能够让一些犯下轻微罪行的未成年人不至于付上一生的代价，又能够有效地惩治那些犯下恶性案件的少年恶魔呢？在国外的法律中有一条特殊的制度，叫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它是通过实证性的研究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具体的分析。如果能够证明这个犯罪的孩子存在着主观恶意，那么不管他的年龄是12岁还是8岁，都可以补足他的这个年龄差距，让他能够接受法律的制裁。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避免最低刑责年龄方面的僵化问题。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邯郸的这3名恶少是否存在着主观恶意呢？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面对着如此之多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所制定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到底保护的是谁？那些良善的孩子受到保护了吗？我们看到受到保护的经常是那些施暴者、杀人者。这条法律已经成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护身符，那些少年恶魔的免死金牌。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2010年，一个姓韦的男孩掐死了另外一名男孩，因为他当时未满14岁，所以免于刑事责任。1年以后，已经满14岁的韦某又持刀杀死了一名小女孩。这时候已经年满14岁的他接受了法律惩罚，被判刑6年。5年以后，他获得了假释出狱。19岁的他很快又在广东杀死了一名11岁的女孩。试想一下，如果在他杀死第一个男孩以后，他就受到了应得的惩罚的话，那么以后的几个孩子可能就不会死了。法律是什么？法律的最大功用并不是教化坏人，而是惩罚坏人，让他们为自己的恶付出应有的代价。不管你是8岁还是18岁，如果你有能力残忍的杀人，那你自然也就有能力在监狱中接受惩罚。如果你有能力剥夺别人最珍惜的生命，那也就意味着你同样有能力承受别人剥夺你最珍惜东西的滋味，这才叫公平。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小人畏威不畏德，善良也是要有锋芒的。太多的惨痛的类似案件告诉我们，在我们努力保持自己菩萨心肠的同时，也千万不要放下了手中的金刚手段。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